1943年，两支王牌部队在缅甸的胡康河谷狭路相逢，一边是东方隆美尔孙立人率领的中国远征军，一边是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本第18师团。在这片连当地人都不敢踏入的魔鬼地带，双方斗智斗勇，展开了一场足以载入世界战史的生死较量。本期我们将用 3D 动画详细还原这场经典战役。1942年，日军以迅雷之势攻进缅甸，这里既是西进印度、北进中国的跳板，同时能掐断中国唯一的国际补给线，迫使中国不战自溃。当时在日军凌厉的攻势下，加之英军配合不力，中国的10万远征军全线溃败，退回云南境内。次年，战局开始逆转，日军的8万精锐深陷英帕尔，第56师团也被中国军队牢牢牵制在怒江一带，整个缅西北就只剩下了18师团这支孤军。瞅准时机，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反攻计划。这第一仗就是要夺取胡康河谷。胡康河谷又名野人山，位于缅甸最北端，方圆100里，荒无人烟，吸血蚂蟥遍地爬，毒蛇猛兽到处窜，当地人将其形象地称之为魔鬼居住的地方。1年前，由于退路被日军切断，中国远征军3万将士被迫从野人山绕道回国，其中有2万多人丧命于此，有的死于疟疾，有的死于蛇虫毒蚁，有的被山洪卷走，有的被沼泽吞噬，最终只有几千人活着走出了这片魔窟。然而孙立人却率领着38师力排众议，转头撤往印度，成为了远征军中唯一一支保留了整建制的部队。如今这支中国军队在印度兰姆加基地重新集结，改编为中国驻印军。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孙立人对军事的理解更加现代化，他坚持用美军方式来练兵，针对丛林环境进行实战训练，其中最重要的一课是盲战。原始森林里终日不见阳光，根本来不及低头装弹，所以训练时会蒙上士兵的眼睛，让他们反复练习，直到闭着眼也能完成所有的战斗动作。日军第18师团有大批狙击手藏在丛林里，要对付他们必须人人成为神枪手，标准只有一个，5分钟内打完6发子弹，最低干掉5个敌人。在国内，子弹金贵，舍不得练，但在这里，神枪手就是子弹喂出来的。还有一项硬功夫，野人山撤退时，日军就蹲在10几米高的树上，机枪往下一扫，成片成片的倒。丛林战说到底就是树战，谁占了树，谁就占了命。因此，每个士兵都得练到看见大树一猫腰就能窜上去。光有训练还不够，士兵得吃饱穿暖才能打仗。在兰姆加，中国军人首次享受到与西方强国相近的后勤保障，服装伙食由英国提供，武器装备由美国供给，像什么罐头、奎宁应有尽有。野人山那种因病饿死的悲剧再也不会有了。经过1年多的魔鬼训练，中国驻印军脱胎换骨，孙立人的新38师与廖耀湘的新22师合编为新一军，每师15000人，装备车辆300辆，骡马1000匹，各类火炮数百门，轻重机枪近500挺，火力和机动力远超日军。这支千锤百炼、装备精良的军队，如今要重返那片魔鬼丛林，为死去的战友复仇。然而，他们面对的对手同样不容小觑。日军第18师团代号橘兵团，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，能用这个做标志，足见这支部队在日军中的地位。这支部队曾转战远东各地，战无不胜，与第5、第6师团并称王牌，声名赫赫。
其普通士兵的枪法精准到可以打中200米外军服上的铜扣。能做到这一点的，放在哪一支部队都是狙击手的水平。率领这支师团的田中新一，年近50，脾气暴躁，是日军中最强硬的主战派之一。愣起来的时候，敢和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拍桌子。以中国驻印军的2个师去对付这样一支拥有3万重兵的精锐师团，各国将领根本连想都不敢想。新上任的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更是将其视作天方夜谭。而脾气暴躁的田中新一并非莽夫，对中国驻印军的反攻他早有准备。他以孟关为核心，在渔邦、新平阳、达罗一带利用险峻山川和茂密丛林，修筑了大量坚固的工事，形成了一个可以相互支援的三角形防御体系。1943年10月底，缅甸的雨季一过，中国驻印军便向日军发起反攻。作为先锋的112团兵分3路，开战仅5天，连连攻克新平阳、拉加苏等地。但田中新一不慌不忙，因为他早已将2个主力连队埋伏在渔邦。孤军深入的112团刚打到这里，日军主力便从4面丛林中杀出来，将其团团围住。对田中新一来说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歼敌只是时间问题。但再次入缅作战的中国军人已装备了清一色的英美装备，手里的汤姆逊冲锋枪在丛林里就跟开了挂一样。日军的38大盖加上刺刀长达1.6米，躲在树后连转身都困难。而汤姆逊枪身还不到1米，1分钟200发子弹泼出去，在密林中能织成一道火墙。日军端着38大盖冲上来，还没看清人就被扫倒了一大片。更妙的是，中国军队被围的地方恰巧有一棵坚硬如铁的千年老树，其主干直径约有3米，覆盖地面的半径超过50米。于是中国军队便以这棵大树作为核心堡垒，树上树下架设了多挺机枪，同时在外围构筑了8个据点，形成一个可以互相支援的环形防御圈。依托着这座天然堡垒，中国军队不打远战，专打近战，每次等敌人摸到20-30米近才突然开火。密集的弹雨扫过去，日军来多少死多少。为防夜袭，阵地外围还布满了触发式手榴弹，引线全绑在树藤上。日军趁夜摸过来，一碰就炸，越往里走炸得越凶，还没摸到阵地边就被炸得七零八落。就算侥幸冲过了这道防线，也会被中国军队精心构筑的交叉火力网扫成筛子。按以往的经验，日军1个大队就足以拿下中国的1个师，可现在围了1个多月，18师团非但举步维艰，1个大队反被1个连打得伤亡过半，连大队长、中队长都战死了。日军几次强攻碰壁后，改成围而不攻，欲断水断粮，迫使中国军队不战自溃。但掌握着制空权的中国军队能源源不断地得到空投补给，而日军从孟关支援前线，只得靠人力和牲口来运输物资。后来甚至动用了大象运输队，一头大象虽能驮500斤，但走得特别慢。等补给送到前线，1个中队能分到的就是2袋大米。当然，田中新一迟迟拿不下112团，更关键是想以其为诱饵，围城打援。经过20多天长途跋涉，孙立人终于率着主力部队赶到了渔邦前线，但外围遍布日军据点。很明显，田中新一想用这些据点逐步消耗孙立人的战斗力，再调动孟关的精锐，将其一网打尽。孙立人何许人也？他一眼就看穿了田中新一的算盘。既然你想消耗我，我偏不上当，因此只远攻不近战，命令12门山炮猛轰对岸的日军阵地。狡猾的日军早就熟悉这套操作，炮一响就躲起来，
炮一停又冒出来，根本打不着，双方就这么耗着，僵持不下。此时，孙立人突然一个神来之笔，抽出正面战场的大部分兵力，从达罗一条狭长山道绕过所有据点，直扑日军的老巢孟关。这一下，田中新一彻底傻眼了，不得不紧急从余帮抽调兵力回防孟关，整个部署彻底乱了套。更妙的是，就在田中新一匆忙向孟关撤退的时候，孙立人又来了个回马枪，命主力折返余帮战场。此时余帮的日军兵力已被抽空，哪里挡得住这雷霆万钧之势？12月24日上午，新38师的炮兵部队齐声开火，370多发炮弹在日军阵地上炸开了花。在密集的炮火覆盖下，日军死伤2500余人，而新38师伤亡不足300人，敌我伤亡比例8比1。被困1个多月的112团终于解围了。这一仗，孙立人把田中新一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你想围城打援，我偏不上当；你想消耗我兵力，我就绕你的后路；等你想去回防老巢，我再打你空虚的前线。一套组合拳下来，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，溃不成军。余帮一战，日军虽节节失利，但田中新一非但没有愁眉苦脸，反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因为从一开始，田中新一就没把余帮当作主战场，他在那儿跟中国军队死磕1个多月，无形中消耗了对手的实力，同时给自己争取了足够的时间，在孟关囤积物资，调集援兵。也就是说，孟关才是这场战役真正的决战之地。孟关位于胡康河谷正中心，是连接胡康河谷与孟拱河谷的咽喉要道，因此田中新一把家底全搬了出来，7个步兵大队，2个炮兵大队，1个重炮兵大队，1个战防炮大队，并在周围修筑了大量永久性工事堡垒，形成一块纵深极大的防御阵地。他甚至把司令部直接搬到孟关，亲自督战，摆明了要跟孙立人死磕到底。对孙立人来说，孟关一战同样生死攸关。几个月激战下来，日军伤亡惨重，而孟关集聚着第18师团最后的精兵重炮，拿下孟关，全歼敌军，孙立人就能取得整场战争决定性的胜利。一个要拼命翻盘，一个要一战定乾坤。孟关即将成为这场丛林血战最惨烈的绞肉场。1944年2月，新22师从正面向孟关发起强攻，新38师则负责掩护侧翼。开战之初，田中新一集结了日军大量重炮，数量足足是我军的4倍，炮弹如雨点般砸下来。新22师强攻1个星期，却连孟关的边都没摸到。更要命的是，丛林里那些看不见的幽灵，几天下来，中国军队的连长、营长接二连三阵亡，而且全是爆头。原来日军派出了大批狙击手，这些杀手潜伏在树林深处，把自己绑在10几米高的树上，带好粮食弹药，专门暗杀中国军官。对付这些绑在树上的日军，孙立人的办法简单粗暴，1个字：炸。随着重炮一轮覆盖后，成片的树木轰然倒下，藏在上面的日军狙击手连树带人一起报销。然而，面对日军密集的堡垒，如果从正面硬刚，势必要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孙立人于是决定改变打法，从沙都扎直接绕到日军背后，迫使敌人自乱阵脚，出面迎敌。届时，新22师便可以趁机猛攻，全面歼敌。但战场不是打游戏，没有固定的剧情。新38师才至沙都扎，便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，连续几天都无法破防。此时2路部队连连受阻，将士们已显疲态。老辣的田中新一马上嗅到了一丝战机，
当即抽调一支主力部队，从两侧迂回到中国军队后方，欲切断后勤补给。正当田中新一以为稳操胜券时，孙立人也看出了破局的奇眼。既然沙都扎打不动，那就不打了。他把目光重新投向了瓦鲁班，这里囤积着日军大半物资，师团部也设在那儿。拿下瓦鲁班，就等于扼住了第18师团的咽喉，孟关将不战自溃。孙立人当即下令，一部分兵力继续在沙都扎牵制敌人，做出死磕到底的架势；另一部分兵力则悄悄撤出，直奔瓦鲁班，与正面佯攻孟关的新22师里应外合，来一个反向包围。这正是日军欲断我粮线，孙郎直捣敌后院，从零对弈，棋逢敌，快人一步，定胜机。得知消息后，田中新一犹如被点中死穴，立马放弃了对孟关的坚守，急调主力部队回防瓦鲁班。此时田中新一深知败局已定，撤退途中，他甩掉了所有伤兵，让他们用手榴弹自行了断。就在田中新一到达瓦鲁班的第2天，新22师对防守空虚的孟关发起猛攻，新38师也杀到了瓦鲁班周边，与田中新一展开激烈交战。在两路大军的夹击下，田中新一战意全无，丢下师团的关防大印，便仓皇溃逃。胡康河谷战役历时5个多月，加上野人山战役的损失，这支拥有3万人的日本王牌师团伤亡高达 1.2 万人。曾经不可一世的丛林作战之王，自此元气大伤，一蹶不振。而中国驻印军的伤亡为4000人，1:3的战损比，相当于1个中国兵要干掉3个日军。这样的战绩不仅在缅甸战场，就是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极为罕见。出征之日，孙立人蓄须明志，不破孟关，绝不剃须。如今孟关已克，野人山的血仇得报。孙立人独自站在近前，扶着那近2寸的胡须，良久无言。剃刀起处，5个月的胡子应声而落。须已尽，事已了，仇已报。